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每天晚上台湾时间10:30，理查老师都会在 YouTube 还有脸书进行直播课，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理查老师的直播间，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新 HSK 第6集的词汇。那我们今天呢，要学习3个词汇哦。我们今天学习3个词汇是新。好，那来，老师跟大家打招呼。第一位同学赛琳小土豆，欢迎你，晚上好。Sikon Mingalaba， 还有我们的 Assalamualaikum 佳佳你好，还有我们赛琳好，还有丽娜晚上好 ，Express 你好，还有我们的裴静小土豆你好，还有春娇同学晚上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是新同学吗 ？Nancy 你好，还有 Alice 小土豆来自英国的朋友，佩佩猪小土豆你好，还有 Claire 哇，好久没有看到 Claire 了哦。好 ，Claire 说老师晚安，你最近怎么样？好，老师最近过得很好，很忙，但是很快乐哦。好，还有 Sylvia， 你好。好的，对啊，我觉得啊 ，Claire 小土豆好久没有来了哦。我知道啊 ，Claire 小土豆最近比较忙哦。好，Momo 明格拉巴，还有穆同学 ，Assalamualaikum。好，还有 Teresa， 嘿 ，Teresa 你好。还有米磊已经点赞了。那各位同学，请记得 ，If you want to support Teacher Richard， 如果你要支持理查老师 ，the easiest way is to click likes， 帮理查老师点赞，好不好？click likes。那你也可以 download Handbook application。最近呢，这个 Handbook 它都有在开这个直播间，各位同学可以去 Handbook Online Dictionary 去看他们的直播间哦。这个 Handbook 最近都有直播，一天好像有2次到4次的直播课，各位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Handbook 的 live 哦。那记得各位同学，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Handbook Dictionary 的，请下载，然后呢 use this invitation code VIP111， 记得哦，要支持理查老师啊，你就要用这个 invitation code 哦，这个邀请码，那你要打 VIP111。invitation code， 我们这个中文说邀请码哦，邀请码。来，老师写给你看哦，邀请码就是这个 invitation code。那记得要使用理查老师的邀请码 VIP111 哦 ，VIP111，不要忘记了。好，来，League 同学你好，还有我们的 Fan 同学，欢迎 Cartini， 嘿你好，还有阿金阿金同学你好，还有袁心，还有我们的Daffy 你好，增加了跟增加到底有什么区别？好，佳佳，增加了表示 affect， 增加了 also means already increased, already added up。增加了 means增加了 means a completed action. You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is action. Okay, so 当你用了在动词后面加上一个了，表示 a completed action 哦，表示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哦。好的，唐龙你好，这个佳佳，你等一下直播课之后你留言，理查老师给你一个关于了的用法哦 ，how to use 了。So 佳佳 you comment after this live streaming, then I'll give you the tips how to use 了。Okay, I'll tell you how to use 了。After this live streaming, just comment after this live。好，佳琪，欢迎你哦，佳琪。哦，美丽来了哦。好 ，Nick 学生，欢迎你。还有 Donna， 嘿，还有我们的 Fatima， 你好。
还有明博来了哦，明博欢迎你。还有 Hot Cat， 哇哦 ，Hot Cat。还有我们的 Andrea，Hello Andrea。还有脸书的朋友，脸书的朋友是哇，好多人哦。脸书的朋友有 Donna、Nancy，还有 Ousu，还有 Cozy，还有Donna 说，我一定会用 Handbook，一定会下载 Handbook，而且会用 VIP111。好，谢谢 Donna。还有我们的 Tey 同学，还有 Betterdini 同学你好，还有我们的 Mohammed Malik 说，老师你好，我也在，欢迎这些脸书的朋友哦，欢迎你们。还有嘟嘟你好，阿能来了，明德老板阿能，还有我们的这个 Phil， Claire 说，老师 Handbook 是你做的吗？不是，理查老师帮忙这个 recommend 哦，理查老师在 recommend 这个 Handbook， 理查老师也觉得蛮好用的哦，有时间理查老师来介绍一下哦，这个 Handbook 的 features。好，这个 Nancy 说很好用，很方便哦。好的，还有呃，还有我们的金培，嘿，金培小土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苹果小土豆，你好，还有 Mimi 是不是？Memes Memes 哦，还有我们的这个 The Pichaya 你好，哇，今天好多新同学哦，立新小土豆你好，裴静说，昨天我跟梦梦同学上了2堂 Handbook 里面的直播，对，裴静没有错。Handbook 最近有 update，你可以这个进去 Handbook，可以参加他们的直播，他们会介绍怎么去写中文字，他们会介绍怎么学习一些中文的方法，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进去看他们的直播，他们一天可能有2到4次直播，欢迎你们去看哦。好，马天乐同学欢迎你哦，我会一点点中文。哦，一点点中文哦，这是谁？我们的这个 Volte，对不对？好，Volte 同学，你要说我会一点点中文，所以我听得懂一点点，所以我听得懂一点点。阿金已经下载了，阿金你有没有用 VIP111？Remember to use VIP111，OK？好，我们的 Bet2 很好。好，这个阿能说 Handbook 很好用，但是练口有 error，真的再告诉老师哦。好的，那还有 Nina 啊，妮娜同学欢迎。好，那Norbert 来了，Hello Norbert 你好，Norbert 小土豆，还有 Teams 欢迎。好，那我们现在来上课吧。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中级词汇。今天我们要学习3个词语。好，各位同学，请跟老师念一遍。第一个，不满，不满，不满。第二个词语，部队，部队，部队。第3个词语，采纳，采纳，采纳。好，各位同学，再跟理查老师念一遍：不满，部队，采纳。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好，各位同学，第一个词汇呢是一个动词，它是不满，不满。好，不满的意思是 be covered with，be filled with。那各位同学，不满是什么意思？不满就是充满的意思，到处都是 everywhere，OK，everywhere，到处都是，这里也有，那里也有，这个叫不满。所以你可以说花园里布满了花 ，of course，like flowers is covered，like the garden is covered with flowers. The garden is filled with flowers. 花园里布满了花哦，你们就可以用布满 like
到处都是 everywhere， 这里也有，那里也有，在这个花园里啊，这里也有花，那里也有花，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布满 be filled with。好，所以布满的意思就是充满，全都是，或者你说到处都是，你也可以说到处都是。好，那我们看一下例句，桌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布满了灰尘。好，那这个布满贝拉尔说，老师晚上好，我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很抱歉，由于日程繁忙，最近5天未能上课。哇，你的中文很棒哦，贝拉尔，没关系的哦。我的脑中布满了你。丽娜，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说。布满了一般不会用在人身上。好，各位同学注意啊，布满这个词一般不会说布满了人，通常是用在 object， 布满了 object。Okay, this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布满 ，oftentimes we don't say 布满的人，我们不会说布满的人。那丽娜这个句子要怎么说呢 ？Like you are in my brain. You filled my brain. 好，我的脑中都是你啊，丽娜，我们会这样说，我的脑中都是你 ，or 我的脑中想的都是你，我的脑中都是你，我想的都是你，或者是你说我的脑中都是你的影子 ，like full of your shadow 啊。好 ，OK， 世界布满了水，不会，布满不会这样说哦。一般来说，布满了，我们会说世界里到处是水，海水，对不对？明博，你要说，地球好了，地球有3/4的海水，我们不会说世界里布满了水。因为是表面嘛，对不对？水是地球的表面，它不是里面也布满了哦。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好，桌上，等一下哦。好，桌上 ，like on the table， 桌就是桌子，table 上 means on the table， 桌上 on the table， 布满了 ，is like cover with。好，各位同学。布满一般是在一个 service 布满一般是在一个 service。OK，like cover with the service。OK，the service is covered with something。各位同学，布满一般都是在这个表面上面表面。OK，service。好，我写给各位看好了。布满一般都会用在表面 ，the service。所以你不要乱用哦，各位同学。一般我们表面才会用布满service。好，各位同学知道表面的意思吗？表面就是一个物体的外面，叫表面一个物体的外面。所以你布满要在它的表面上面，不是里面是外面表面上面 surface 我们会这样用的。好，所以各位同学，桌上 the surface of the table， 我们是桌子的表面，对不对 ？the surface of the table， 所以你不要乱用，布满是 cover on the surface，OK，on the surface， 我们才会用布满好，桌上布满了灰尘，到处都是灰尘。各位同学，灰尘就是 dust， 你看这个人手上这个就是。dust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灰尘，你很久没有打扫的话，就会有 dust 灰尘好，桌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布满了灰尘。好，布满了 ，be covered with。操场上布满了人。来，这位同学，老师说过了，布满了一般不会用在人身上。一般是用在东西上面所以我们不会说操场上布满了人。
那要怎么说呢？操场上都是人，操场上都是人。我们不会说操场上布满了人，因为布满了不会用在人的身上，不会用在人的身上哦。好，妈妈对我的成绩不是布满了，是充满了骄傲。来 ，once again，hello everyone 各位同学，请你注意，布满了 is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is covered on the surface, okay,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something. 所以这个 feel 说妈妈对我的成绩布满了骄傲。No, it's not like that. 你要用充满了骄傲，充满，我们会说充满了，哦，充满了。充满 is like something inside, okay? Something you feel inside, okay? 好，你们不要搞错咯。然后呢，这个布满是 outside， 布满是 filled outside。好，这个你们要注意，不要搞错了，好不好？哦，来，老师写给你们看。来。你们再试试看，各位同学 ，once again, let me tell you, when if you want to say 充满 is like inside， 杯子里充满了水，杯子里 inside the bottle， 杯子里充满了水，充满 filled inside， 布满，桌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布满了灰尘 on the surface。Okay, on the surface. It's not inside, it's outside surface.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充满 and the 布满. Okay, so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好，桌上布满了梅花。You can say that. 很好。这个公园里布满了垃圾。Second 我们会说，这公园里到处都是垃圾，到处都是垃圾。哦，到处都是垃圾。他的衣服上布哦，好像又 frozen， 老师又 frozen。哦 ，I'm back. Hey, I'm back. 我回来了，理查老师回来了。佩佩猪这个句子很好 ，because whenever we say 布满 ，it's like all over the surface。所以他的衣服上，哦，那佩佩猪你加个上，他的衣服上布满了猫的毛。佩佩猪你说猫毛就可以了。他的衣服上布满了 ，like everywhere on the surface。布满 means everywhere on the surface. OK, everywhere on the surface. 好。这个丽娜，我们不会用布满加上 like living creatures. We don't use 布满 with living creatures. 丽娜，你要说水里都是鱼。你看水里到处都是鱼。OK， 水里到处都是鱼。布满 oftentimes we don't use for living creatures or people. No. OK， 天上布满了白云，非常好。Like everywhere in the sky, you can see the white clouds. 可以，这个很棒，可以。天上布满了白云哦，可以的。那我听说公园里布满了小孩子，不可以，因为布满不会用在人或 living creature 上，不会哦。山上布满了雪，可以 ，like on the surface of the peak, on the surface of mountain top, like 布满了雪，可以。有时候可以，这个可以哦。日本的冬天，阿能我们比较会说，日本的冬天到处都是雪。日本的冬天到处都是雪。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哦，好。还有谁？斑马全身布满了棕白相间的斑纹，可以，很棒。Like on the surface of zebras, right? You can see the stripes. Very good， 这个句子很好哦 ，Mohammed 很好。我家门口布满金钱，sounds very lucky。
OK，Alice 可以听得懂啊。花生布满了盐。哦，花生上啊，赛琳，你说花生上都是盐，花生上都是盐就可以了啊。花生上都是盐。汉布可不可以换语言呢？老师有试过，好像可以查英文。You can consult English， 可以查英文啊。公园的路上布满狗屎。If seriously like dogs poo everywhere。不过 Norbert， 我觉得我会说，公园的路上到处都是狗屎。公园的路上到处都是狗屎。到处都是狗屎。马路上布满了很多雪。Yeah, you can say that because everywhere, right? Because it's not possible to see poos everywhere, like on the surface of the road everywhere. Seriously? Not exactly. But snow, yeah, snow is like everywhere on the surface. Snow, yes. 我的手机上布满了果汁。我的手机上为什么会布满了果？我的手机上都是果汁。有人不小心倒了果汁在我的手机上哦。姥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很棒。Yeah, we can say wrinkles all over your face， 可以。蛋糕上，请你加个上。蛋糕上布满了巧克力，可以。蛋糕上布满 everywhere, right? Everywhere， 布满了巧克力，可以。我的手机上布满了 virus， OK。我的手机屏幕上布满了手机，不可以，我们不会这样说哦，不会这样说。现在世界上充满了新冠病毒，Yusuke 不会这样说。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新冠病毒，到处都是新冠病毒。哇，你们句子好多哦，等一下再看啊，各位同学。冰箱里布满了水果，不会，冰箱里到处都是水果，冰箱里到处都是水果。秋天时到处布满了，秋天时树上，立新你要说树上，秋天时树上布满了红叶和黄叶，树上嘛 is on the tree, right? In the tree, right? 树上布满了红叶和黄叶 ，OK？ 好 ，OK， let's see。好，各位同学，你们不要急，我们看一下，多看几个句子哦。好，布满了灰尘。我们看第二个句子。好 ，oftentimes we say a place 上 ，OK? Oftentimes we'll say 上 ，like on a place. Actually, that's in a place. OK? 上 ，oftentimes we'll add a 上 ，OK? 布满了 a place 上布满了 object, like be covered with. And once again, 布满 oftentimes we don't use it for living creatures, we don't use for people, and 布满 oftentimes on the surface of something. Okay, so that's C. 脸上，脸上，皱纹，爸爸的，布满了。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呢？脸你们都知道，对不对 ？Face 脸，皱纹叫 wrinkles。你看理查老师这边有皱纹 ，right？ 皱纹是 wrinkles 啊 ，wrinkle 皱纹哦。好 ，OK， 答案是什么呢？好，赛琳说，爸爸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各位同学，爸爸很辛苦，对不对？每天都要赚钱，每天都要工作。爸爸老了，所以脸上布满了皱纹。爸爸老了 ，right? Father is getting older and older. 好，Norbert 说，爸爸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好，好，我们这是束缚吗？束缚说，圣诞树上布满了花朵，可以。圣诞树上布满了花朵，他的皮肤布满了粉刺。这个佳佳我可以懂，但是我们比较会说，他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粉刺。
他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粉刺哦。好，弟弟的脸上到处都是痘痘。弟弟的脸上到处都是痘痘。好，阿能说爸爸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爸爸变老了哦。好，米磊，爸爸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非常好。那各位同学，布满啊，我们常常会用在皱纹上面。妈妈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理查老师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哦。好，我们很常用脸上布满了皱纹哦，这样用哦。好，没问题。爸爸的脸上到处都是口红印。阿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处都是口红印哦。好，口红印就是 like a lipstick， 是不是 lipstick print？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哦。那我们再做一题哦。A place 布满了 object， OK，not living creatures object。乌云，乌云就是 dark clouds， 乌云。天空 sky right， 天空了布满，答案是什么？乌云就是 dark cloud， 天空 means sky。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好，立新说天空布满了乌云 ，very good， 天空布满了乌云 ，very good。好 ，Fatima， 天空 the sky， 天空布满了乌云，很好 ，everywhere in the sky，right？ 好 ，Sikon， 天空布满了乌云，很好哦，你们都答对了。哦，好，这个需要上班了哦，没关系，再见喽哦。好，圆心，天空布满了乌云。好 ，Norbert 说，理查老师，你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Don't be afraid， 别怕 ，Don't be afraid， 别怕，我们请你打一针肉毒杆菌就可以了。Oh, really? Can I do that? 肉毒杆菌打了会变年轻，对不对？哦，Claire 要去上班了哦，好，拜拜 ，Claire。好的，所以各位同学，天空布满了乌云。好，我们的这个 Soria， 天空布满了乌云。OK，once again， 布满。理查老师觉得布满比较 written language 一点了，我们比较常说到处都是。Yeah, seriously， 我们比较说到处都是。好，老师给你哦，我们其实比较说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like everywhere， 到处都是。好，这个 actually let me tell you， 布满 is more like a written language for me. And actually we say 到处都是 much more often. So you can say 天空到处都是乌云。Beautiful, wonderful, and often used.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的是布满，但是 honestly speaking， 布满是一个比较 written language 的一个 phrase， 一个 term， 一个 vocabulary. And oftentimes in our conversational Chinese, we say 到处都是 much more often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So you can say 天空到处都是乌云 Wow, this is authentic Chinese. Okay, let's try. 这个呢 we can say 爸爸 Wait a minute. 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爸爸的脸上怎么样呢？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用到处都是啊，听起来比较像是我们常常用的中文哦。我们中文比较常说到处都是 ，like everywhere。好，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中文的母语者会怎么说呢？我们比较少说不满，不满比较 written language， 我们会说到处都是。爸爸的脸上到处都是皱纹。That's the way we said it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 爸爸的脸上到处都是皱纹。但是呢 because HSK wants us to learn this vocabulary, 不满.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I teach you 不满. But actually, 不满 is a little written language. And I suggest you learning 到处都是 in Chinese because that's the way we say it in daily conversation. 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再试试看这个句子。桌上到处都是灰尘。Wow, very, very Chinese. I like it. 我们其实不满是 very formal, very written language. So I suggest you to use 到处都是 and it fits almost in every sentence. Okay, 到处都是. That's the way we use it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 in conversational Chinese. 桌上哎呀，到处都是灰尘。That's the way we say it. So if you are very confused with how to use 不满, don't worry. You just use 到处都是 and that's also authentic Chinese. 好，了解了吗，各位同学？好，桌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到处都是灰尘。好，了解了啊。桌上充满了 Jessie? No. Jessie, once again, when I say 充满 it's filled inside. 杯子里充满了水。Jessie, when you use 充满, that means filled inside. When you say 布满, that's filled on the surface, covered on the surface.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布满 on the surface. 充满 filled inside. 杯子里充满了水。OK?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吧？所以你们要会布满这个词，你们也要会到处都是 like everywhere 这个词，好不好？把它学起来。OK， 我们看一下第75个词汇。第75个词汇叫部队。部队，部队 means troop. Okay, troop or a group of soldiers 叫做部队。部队就是一群军人很多军人在一起，他们就是部队soldiers 军人。很多军人或士兵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叫它部队部队。好 ，OK， 各位同学，这个其实呢，部队的意思就是军队的意思部队的意思就是军队的意思来，士兵、军人 ，soldiers， 士兵、军人 ，soldiers。OK， 那各位同学。其实呢，部队就是军队的意思，部队就是军队的意思 ，troop, a group of soldiers. OK， 我们看一下句子，政府派出了部队镇压人民。政府 the government 派出了 means to dispatch or to send the troop, send the troops. 部队就是军队 troop， 镇压 suppress。如果呢，政府要镇压人民的话，他可能会你不乖，你不听话，人民不听话，这个叫镇压。OK，like suppressed by force, suppressed by weapons， 这个叫镇压。镇压人民。好，那政府派出了部队。镇压 like this 镇压人民，人民 means citizens or people。好 ，OK， 那你也可以说军队，政府派出了军队
镇压 like suppress like this 镇压人民 like suppress people by force and okay,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good. 草原上布满了绿树和花儿，可以的 Sylvia is good. 好，没有问题。部队总是从大兵得令出战。What's that? Very drama. 听夜叉乐部队，你们的句子都 very odd. I don't understand. OK， 好，菲尼说，年轻的军人李强在部队里立了功，大家都很高兴。很好，这个句子很棒。OK， 部队没有后援，他们只得束手待毙。Very good。好 ，C 控说这个句子好像缅甸最近的情况。maybe 可能吧。好，镇压 suppress by force。OK， 我们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讲到部队，我们要学习的是特种部队 ，like special forces。特种部队，好，各位同学，特种部队啊，就像这样子。特种部队呢，通常这个脸上，这个脸上有没有？它会涂那个 colors， 对不对？然后会穿一些什么 ，like 会伪装啊 ，like disguise。特种部队会 disguise themselves， 对不对？他们会涂那个颜色，like put some colors on their face and on their body。这样的 military forces 就叫做特种部队 special forces， 特种部队。好，我们中文说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好，还有叫武装部队。武装 means like armed， 武装的意思就是它有带着武器，像枪一些武器，像手榴弹like grenade， 手榴弹还有带枪，这些都是武器。武装就是带着武器的部队，带着武器的部队 ，like armed forces， like you have guns, you have some weapons with you， the troops。The soldiers will carry weapons with them。这个叫武装部队。像这个就是武装部队。这个就是武装部队。你看他们手上都有枪，还有武器，这个叫做武装部队。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镇压一般来讲是，会有阿能会开枪，or like tank 会开那个坦克车 ，like tank。那个坦克车坦克车。好 ，Norbert 说理查很喜欢看武装部队电影，这个我们叫军事片了这个 Norbert 我们比较常说军事片军事片、军事电影军事电影。好，我们不太会说武装部队片，我们比较会说军事片或军事电影军事片。或军事电影军事片、军事电影，特种警察跟超级警察。阿能，我不晓得什么叫超级警察特种警察大概就是像特种部队这样吧 ，like special forces policemen。好 ，OK， 好 ，Saria 说今天一出门，我看到。街上，好 ，Saria， 你可以说，今天一出门，我看到街上 on the street， 街上到处都是军队，街上到处都是军队好，没问题吧？懂了，这个叫部队 ，troop or like armed forces， 部队部队。好，了解了。好，这个词比较简单了没有什么特别的。部队、武装部队、特种部队。好，我们再往下看。第76个词汇叫采纳。采纳。好，各位同学，什么叫做采纳？采纳是一个动词，采纳就是接受，采纳就是 accept
接受，接受就是这样 ，you take it, you accept it， 你接受它，接受 you accept it。但是各位同学 ，however， 采纳 is like 接受 an object。No, pay attention here. 采纳 doesn't mean you accept an object or something. No. 采纳 means you accept especially for an idea, for a piece of a device, for a plan. So 采纳 is specifically used for accept an idea, a piece of advice, a plan, not for objects. Not for objects. OK? 所以各位同学，采纳这个字是接受想法、接受建议、接受计划，它不是接受东西。采纳不是接受东西，它是接受你的 idea， 接受你的 advice， 接受你的 plan， 这才是采纳的意思。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采纳 and 接受。Actually, the meaning is quite different because 接受 can accept idea, advice, plan, and also objects, but 采纳 cannot use for accepting objects. No.OK， 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丽娜说，理查老师采纳了我的想法 ，perfect。好，采纳意见 ，very good。采纳想法 ，very good。OK， 很好哦。采纳建议 ，very good。OK，so 采纳 oftentimes you use 建议、意见、计划。不可以。Norbert， 丽丽对我的计划半信半疑。哦，我们会这样用。丽丽对我的计划半信半疑。哦，对，接受批评，采纳批评也采纳。我们比较不会说采纳批评诶 ，Fatima, we don't really say 采纳批评 very often. We say 接受批评。We do use 接受批评哦。采纳他的表白 ，no， 接受，接受他的表白，接受他的表白，Okay, understand? So, don't worry, I'll tell you how to use 采纳 for these terms, okay?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 use very often for these objects, not for this object, OK？ 好，我们先看一下句子。经理不愿意采纳我的计划。See， 计划，采纳计划 ，accept one's plan。经理 manager 不愿意 ，unwilling 叫不愿意，他不想要，他不愿意，他不情愿。他不想要，不愿意采纳 accept my plan。经理不愿意采纳我的计划，所以各位同学记得咯，采纳我们要用的是计划。What else? Let's see. Let's see the grammar point for 采纳。主语加上采纳了 ，oftentimes we'll add a 了 ，oftentimes。someone 的计划，提案 proposal 提案，建议 advice 建议，意见 OK this is the objects we often use for 采纳 OK you don't say 采纳手机 No don't say 采纳杯子 No don't say 采纳礼物 accept the gift we say 接受礼物 we don't say 采纳礼物 because 采纳 is specifically used for 计划提案建议意见 pay attention please okay here is a quiz for you
国王，国王 king， 建议，建议，皇后的 the queens， 皇后的，采纳了，采纳了 what's the answer？ 老师采纳了我的概念，采纳我的概念。Yeah, it's understandable. We don't really use 采纳概念，接受了，好不好？那个束缚接受了我的概念，接受了我的概念哦。好，阿能，国王采纳了皇后的建议 ，very good。裴静，国王采纳了皇后的建议 ，very good。好，尽管我说了这么多，理查老师你都不采纳。Yeah, seriously， 很好的句子 ，Habib 哦。好 ，Asuda， 我不喜欢采纳他的注意，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哦。Asuda， 采纳 is specifically for this 计划、提案、建议、意见哦。我们不会说采纳他的注意哦，不会说采纳他的注意哦。好。这个 Batu 说：“老师，我采纳你的意见。” OK，Batu， 意见 ，not 意思。意思 means meanings。OK， 我不喜欢采纳他的主意吧 ？Do you want to say 主意 idea 主意？采纳他的主意可以，采纳主意可以采纳主意哦。好，好 ，Alex Blaze 冲这个。Express 这个是刚刚的句子哦，天空布满了乌云。好，Jessie， 国王采纳了皇后的建议呀，接受礼物哦 ，accept the gift， 接受礼物哦。各位同学 ，please in Chinese sometimes it's a habit, okay? Like these collocations are kind of like habit we use in Chinese, so you need to read these collocations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make it a habit, okay? 采纳计划，采纳计划，采纳提案，采纳提案，采纳建议，采纳建议。You read it 10 times and remember it, memorize it, okay? 采纳意见，采纳意见 ，okay? Because we use it very often. 采纳计划，采纳建议，采纳提案，采纳意见 ，OK, something like that。好，我们再往下看。OK， 好的，各位同学，我们采纳的反义词是拒绝，好，拒绝 refuse 拒绝。好，佳佳问说，老师，采纳的相反词是什么？就是拒绝拒绝 refuse。他拒绝了，老板拒绝了我的想法，老板拒绝了我的提案。拒绝是采纳的相反，也是接受的相反。拒绝是采纳或者是接受的相反 ，the opposite of 采纳 and 接受。国王拒绝了皇后的建议。国王拒绝了皇后的建议。OK， 拒绝。她不采纳呀，你可以用不采纳。她不采纳她闺蜜的建议 ，perfect， 00很好。她不采纳她闺蜜的建议，很好。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来考试了哦。好 ，Number 1 ，Quiz Number 1， 不满，不对，采纳。我们的句子是：将军的占领了皇宫。将军的占领了皇宫。We have some difficult terms here. First of all, 将军 the general, 将军 the general, 占领 occupy, 占领就是把一个地方，这是我的地方，这个叫占领。这个地方不是你的，是我的，占领occupy。这个地方本来是阿能的，李朝老师说不行，这个地方是我的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了，不是阿能的了，这个叫占领 occupy this place。
哦，这个地方是我的了，不是阿能的了。理查老师占领了这个地方，占领 occupy。好，皇宫 palace 哦，皇宫就是国王或者是皇帝住的地方，国王或皇帝住的地方叫皇宫。皇宫。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将军的部队占领了皇宫。Very good。丽娜，你有一个错字，你的站写错了啊、哦，你的站写错了。好，Yusuke 部队答对了。好，立新部队答对了哦。好，还有这个佳佳，将军的部队占领了皇宫。Good。侵占跟占领有什么不一样？侵占 oftentimes is for objects。理查老师侵占了阿能的手机。Oftentimes 侵占 is like you take someone's property as yours. 侵占 especially for property or objects. 理查老师侵占了阿能的手机。哦，侵占了。好，好，米磊，将军的部队 troop 占领了 occupied。Okay, take it away. Take it as their own. Take the palace as their own. 占领了皇宫。采纳求婚不可以，要接受。文文接受谁的求婚？哦，接受求婚。好，占领跟霸占，霸占 is more violent。阿能霸占更暴力了哦，那个霸占比较暴力一点哦。好，我们看一下 quiz number two。quiz number two， 不满，不满，部队，部队，采纳，采纳。他3天没睡了，理查老师3天没睡了，眼睛叭叭叭了血丝。好，理查老师3天没睡了，3天没睡了 ，like hadn't slept for 3 days， 3天都没有睡觉，3天没睡了，眼睛了血丝。各位同学，我们中文说血丝，英文叫做 bloodshot， 就是什么呢？各位同学，血丝就是他眼睛里红色的一条一条一条的东西，这个中文叫血丝哦。眼睛里有时候你没有睡觉的时候，眼睛里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眼睛会变成这个样子，都会有一条一条一条红色的。这个中文叫做血丝哦，血丝，英文叫做 bloodshot。好，眼睛里什么了？血丝，血丝不是血丝，血丝。好，丽娜说，理查老师3天没睡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很棒。好。Benjamin 说布满了血丝 ，perfect。好，袁心，理查老师3天没睡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很棒。好 ，OK， 好的。Norbert 说我们都看得到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哇哦，太累了。有时候你太累了，很久没有睡觉，或者是加班太久了。或者是读中文读太久了，你的眼睛会布满了血丝哦，布满了血丝。对哦，好，那各位同学，如果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血丝 is, take a look. This the red part, the red eye. The red part is 血丝 in Chinese. In English, that's bloodshot. OK， 好。这样了解吗？可以哦。好，血丝布满了血丝，到处都是可以。他3天没睡了，眼睛到处都是血丝，可以啊、哦，可以，没问题。好，好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题 ，last question。好，这个提案不可行。
老板不会叭叭叭。这个we have a key word here。我们有一个 key word 叫做提案。我们有个 key word 提案。这个提案 proposal 叫提案proposal。这个提案不可行。各位同学，可行的英文叫 feasible。可行就是可以做，可以成功，可以做到，这个叫可行 feasible。不可行就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完成的，这个叫不可行 not practical not feasible 叫不可行。这个提案不可行 It's impossible to succeed It's impossible to carry out 这个叫不可行 not feasible。老板 the boss 老板不会怎么样？老板不会怎么样？好 Norbert 说这个提案not feasible 这个提案不可行，老板不会采纳，老板不会采纳 Very good。 好 Yusuke 这个提案 this proposal 这个提案不可行，老板不会采纳 Very good。 好，宋平说这个提案不可行，老板不会采纳，很棒很好。好某某采纳我们这题的答案是采纳好的，了解了吗？好，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学习了3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不满。Oftentimes 不满 is like be covered with and oftentimes we use it on the surface 不满 surface。 你也可以说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那充满 like filled inside 杯子里充满了水，桌上布满了灰尘，桌上布满了灰尘。第二个叫做部队，部队就是一群士兵，一群军人，你也可以说军队，你也可以说军队好，第三个叫采纳，采纳就是接受的意思 accept but 采纳 is especially used for idea 想法advice 建议 advice 建议，提案 proposal 提案 or what else 提案。还有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意见意见提案，计划 plan 计划，采纳计划 OK。 好，我们今天这3个词汇呢就教到这里啦。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理查老师的课 click likes 帮老师点赞， download Handbook online application and use VIP 111 and support Teacher Richard。 各位同学，明天我们要跟婷老师一起上课哦，明天要跟婷老师上课。好，那我们明天见咯。各位同学早点休息，好，明天见了，拜拜。